理都没有。看，我说了多少遍，这儿没你要找的人，搜多少遍都一样。不可能，我大仇还没有报，凭什么找不着？牛肉酱。别抠指头啊，这还有饼呢，不抠来，再吃点，公子。肉脯呢？这是他才会做的牛肉酱。谁啊？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这里，骗我！把这2个人立刻给我抓起来！不交出纪云晨，就杀了这个臭丫头！各位客官，万事好商量啊，万事好商量。喂，九龙总，你这一双手上功夫天下无双，什么时候到对一个后辈言听计从了？上头有令，不可违。公子，姑娘，得罪了。健美乾坤，喂，你这个老头好霸道，连看戏的都打！住手！歇歇，给人再说2句话的功夫。对不住，又给你惹麻烦了。阿培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不要连累别人。终于不做缩头乌龟了，终于打算出来还债了，是吗？你说，要我怎么还？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要你当着我的面自断筋脉，跪在地上给我磕800个响头，再让我戳个3刀6洞。咱俩以往的恩怨也就此了了。这不难，我同你回去，要杀要剐，全听你的。只是莫要连累他人。慢慢来，慢动手。你看，我们这个小店呀，就这么一个厨子，要被你们弄走了，我再上哪儿去找一个？不用你管！一大清早就堵着我的门，让我怎么做生意？衡山脚下3不管的地方，什么牛鬼蛇神都有。你以为光是靠嘴甜就能混下去吗？哎，阿飞，你看见那掌柜的一双手了吗？救我！
青龙旗立在门口，此地只许进不许出，只留死人不留活人。哎呀，这个小白脸也是自带倒霉之气，谁跟他一搏谁倒霉，还带着这么大个累赘，恐怕是要吃大亏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种场合，我也不大擅长应对啊。反正我是不想死在这儿。一个都不能走！拿住！这难道是破血刀？老朽不知姑娘是南刀传人，方才多有得罪。我等的恩怨既然与姑娘无关，那么就多有打扰了。姑娘可以跟你那位朋友先走一步，来日有缘再见。老朽再向你赔罪。嘿嘿。干什么呢？哎，你这个老头儿，听到“破血刀”3个字之后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见一时半会儿杀不动，便突然变得说，不知道姑娘是南刀传人，而这“嘿嘿”2字，更是猥琐无比。我从未听过一个人能在一句话里塞这么多废话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姑娘，既然九龙所发话，你们能走还是先走吧。本来就是受我牵连，实在抱歉。腿长在我身上，我愿意来愿意走，轮不到一个蚯蚓来管。我这个妹妹确实有点没大没小，时而欺负兄长，但说话还是很顺耳的。那好，上天有路你不走，地府无门你非要往里闯。今日南北刀相聚在此，我青龙一脉倒要领教。什么南北刀？这香有毒吗？那倒不是，这香便和你们48寨的烧剑一般，恐怕这是青龙一脉的传信手段。和那将属下当洋放的穆小乔不同，青龙主不爱自己动手，最擅长群殴。他创了一派人多势众的翻山倒海大阵，打仗不见得行，但是对付落单的高手却是极佳。等青龙主亲至，恐怕我们就谁都跑不了了。人多不怕，就刚刚他说南北双刀，北刀指的是谁啊？敢问前辈，当真是那位北刀的传人纪云辰，纪大侠？惭愧，在下确实姓纪，但是如今已是废人，不敢误了先师的名声。这北刀传人，万万不敢领。要脸吗？且问问他，还敢动刀吗？没错，我确实发过重誓，自废武功，永远不再动刀，也不再与人动武。终生不能跟人动武，那
倘若别人要杀你呢？那就让他杀便是了。今天在这儿的所有人，丧命于此，都是受你牵连。你怎么还不去死啊？哎，且慢！你这就算死了，这九龙所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再说了，这四象山何时说话算数过？说的也是。论起武功，九龙所未必排得上，可是要排起心狠手辣，他老人家恐怕是遇不到对手。别说是一个人死在他面前，就是死1000个、10000个，都耽误不了他老人家由着性子杀人。那你到底是想让他死，还是想让他活呀？四象山的人脑子都有问题吗？自己主意前后都不一致，老是说嘴打脸玩。青龙香也燃了，青龙旗也立了，各位的生死可不由己喽。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？事已至此，只能趁青龙主未到，赶紧杀了他，讨这药。我知道，我问的就是杀他的办法。全都一拥而上，人海战术。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你现在看看在场的还有几个能动的？你行你上。我可不行，我没刀，我怎么打呀？谢公子，你可真是个能屈能伸的人物啊！给我上！哎，你那个削骨伞呢？削骨伞？你只有3尺清风之力，我有3寸长蛇之诀，天衣无缝，合作无间。果然是芙蓉神掌花正罗。破血刀在李前辈手上，精华在无锋；在李大当家手上，精华却在无匹。刀法是死，人守了，不必太拘泥于前人的绝学。对啊，我外翁没的时候，我娘比现在的我也大不了多少。他那套破血刀，指不定学成了什么熊样。他说破血刀就是无坚不摧，到底是祖传的，还是他自己编的都不一定。我为什么要奉为圭臬呢？我要成为我自己。女下饶命！饶命！女下饶命！女下饶命！女下饶命！小心！毒！华兄，20年了，还有人记得我这个老东西，只可惜啊，
荣神掌再现江湖的时候，已经没有掌了。诸位，这香虽然只烧了一半，但是怕也不是白烧的。青龙主应该就在这附近，我们要速速离去才是。不愧是北刀的传人，就算成了个废人，还有这么一帮狗腿子，上赶着帮你。你再出言不逊，信不信我一刀砍了你？来呀，砍了我呀！闭嘴吧，他真干得出来。诸位，没事啊，你们都是受我牵连，吉某人百死莫赎。你们扣着我也没有用，我只不过是青龙主座下一条会摇尾巴的狗。可是你们今天毁了青龙旗，灭了青龙香，公开打了他老人家的颜面。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谁都跑不掉，都得死！啊呸！你如今的样子，若是让你双亲见到了，他们心里该多难受！别再糟践自己。好话就你会说，你还有脸提我爹娘？青龙主，不会真的来了吧？输人不能输阵，我们出去。撤！姑娘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文将军，君上且慢。属下参见君上。君上，阿飞，阿飞，你没事吧？担心死我了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没事就行。文将军。吴小姐，他是皇帝。我听文将军说，他是前朝的皇帝。这位是周姑娘吧？文将军，我爹他还好吗？啊，甘棠宫一切安好，就是十分惦记姑娘。当初文某断了姑娘一柄刀，姑娘不会记恨在心吧？日前听说在华容，君上遇上了地煞的人，我派人过去之后，华容早已经封城了。好在你平平安安的。还行还行。千金之子，坐不垂汤。你孤身一人闯荡江湖，太危险了。哎，那大可不必。你回去就帮我告诉甘棠宫，我不是一个人行走江湖，我还有。我可不认识什么君上。啊，周姑娘，吴小姐念叨你一路，你们两个好久没见了，叙叙旧。一会儿我给你准备车马，把你送回山寨。不行，我们招惹了青龙主的人，如果我们走了，可能会牵连一整个客舍的人。四象山的魔头也来了。是啊，我刚才是灭了青龙香，折了青龙旗，怕是不能善了。这文将军来的正好啊。君上，传令下去，立刻疏散百姓。是。吉兄是个实心眼儿，觉得当年那笔烂账欠了你的，我可不欠你的。实心眼儿，他敢说出口吗？
口口声声说一条烂命放在我手里，任我杀任我剐，可实际上呢，躲起来我根本就找不到你。照我说，你是一如既往的假仁假义。阿培，你放心，我如今就是一个废人，我这条命早晚交给你。只是这北刀要在我手中泯灭，我却又不甘。北刀泯灭，那我家山川剑呢？你不甘心？我爹连不甘心的机会都没有。不过你放心，你欠我的，我一定都会拿回来的。你今天跑不掉的。所以，你把青龙珠引来，就是让他来杀我的。吉兄，外边铜锣声四起，看来青龙主他已经到了。我家将军问青龙主安好，不知青龙主此番前来，有何贵干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文将军是让自己的手下来传信，所以这个青龙主也是效仿文将军的方法，同样让手下来传信，摆架子。不错呀，猜出来了呀，果然有慧根了。哼。我家主人言道，此地南北不沾，但听说文将军在此，不速之客就不搅扰了。只是我家主人最近走丢了一条狗，听人说被人关在这客舍中，还有人公然烧青龙旗灭青龙香。我等不过是来讨要个说法。文将军也是个讲理的人，想必不会怪罪吧？你说是青龙主厉害，还是沈天寿厉害，还是段九娘？能与穆小乔齐名，自然是有他的过人之处。这江湖之大，高手更是如过江之鲫。要想在这些人里面分出个长短，但怕是一件极难的事情。不过我相信你能成为这样的人，但是前提呢，我们要先从这客舍里面出去。不是文某不讲道理，只是这三春客舍中住了一位贵人，此处实在不宜各位久留。我们明天一早便走，青龙主不妨多等一晚。到了明日，你们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文某人绝不打扰。我们江湖中人本也不愿和将军为敌。好，还请文将军也稍安勿躁，我们就在客舍外等，等文将军明日一走，我们再来。撤。青龙主，你这青龙旗是我毁的，青龙香也是我灭的。
冤有头债有主，把客舍里的人放了，冲我来！你故意的？这种情形只能如此了。文将军，你们说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护公子平安。是了，这就没错了。这种场合，以后有的是机会看。现在逃命要紧。哎，但整个客舍都被包围了。你还记得早上那个小白脸来的时候，华掌柜让他随便搜，结果一无所获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客舍应该还有一条密道？嗯。怎么，文将军？难道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就是将军的主子？我几次来这客舍的时候，找你，你都躲得不见踪影。我刚才要对那臭丫头下手的时候，你又出来的那么及时，想必你在这肯定有个不为人知的藏身之处，赶紧从你的狗洞里面逃走吧！你既然这么厉害，想必出去自然有一番天地，那你还赖在这干嘛？还不赶紧走！周姑娘不可，此时若将她推出去的话，等于要了她的命了。他差点要了你们的命，都是因为他才惹出这么多事儿来，你还护着他。抱歉，在下实在不想参与你们的私事儿，只想问齐大侠，你们说的那个狗洞，到底是在哪儿？怎么，你要进去？除非从我这儿过去。只要诸位不伤了他，我愿意带各位去。哎呀，楚楚还在楼上。我先行准备一下，一盏茶后，后院谷仓见。好。好。今日若真的打起来，文将军，恐怕胜负也难分吧。青龙主所言极是。如果青龙主能给我们家公子一个面子，放了这儿的百姓，文某必定备一份厚礼，登门道谢。好，今日我就卖文将军一个面子。青龙香和青龙旗的事情就此作罢，我也不会大开杀戒。但是，我的爱犬伶俐得很，今日若找不回去，恐怕日后我可不希望再有日后了。所以今日我一定要进客舍搜一搜。这件事情和你家主人毫无瓜葛，文将军。这个面子你不会不给吧？青龙主，请。有手！是。你们怎么不打了？公子，这个事儿就这样了，别让下属为难。等等！哎，这两位姑娘是我家公子的家眷。这两位贵人还是有几分姿色的。刚说给我一个面子，怎么反悔了？
啊，我刚才突然又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打一架比较爽。密道在谷仓附近，快走！真是后生可畏，周先生见了一定很欣慰。阿飞，别逞英雄了，去找几大侠。怪个小美人私奔了。哎，打皇帝犯法吗？这打谁也不对啊！殴打庶民、殴打皇帝同罪。那就好。哦，分寸呢？啊？你真是皇帝吗？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对，文将军看起来挺靠谱，他应该不会那么瞎。所以，是你投错胎了吧？不错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阿飞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哎呦，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文将军今日若是为你打架受了伤，那可就亏大了。你放心吧，文将军是你爹手下的第一高手，青龙主从他那里讨不了什么好处。走，我们去谷仓找启大侠。哎，楚楚人呢？不用找了，人在这儿呢。虽然我武功稀松，比不上你们这些南刀北刀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可是我想，我要掐死这么一位姑娘，应该是不成问题吧？就这点本事啊！把你的狗爪子拿开！他要是少一根头发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哎，这姑娘怎么比你漂亮那么多呀？女孩子嘛，就要这样细细软软的才比较好。像你这样打打杀杀，小心长一脸的皱纹。哦，对了，我都忘记了，像你这样打打杀杀的，估计都活不到长皱纹的年纪。再说了，你看我像是怕死的人吗？阿佩，我听启大侠这样称呼阁下，想必阁下大名就是这个了吧？敢问尊称是否是有因呢？你知道什么？周姑娘，刀下留人。我没想到她竟然学了青龙主的医学之法，是我失察，实在抱歉。哼，难不成你以为我加入四象山只是个幌子吗？怪不得小白脸说话藏头露尾，闹了半天是在鬼话连篇，等着没人的时候好杀人逃命。周姑娘，还是饶他一命吧，看在李老寨主的面子上。你提我外翁做什么？阿飞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殷文兰之后。山川剑，双刀一剑中的那一剑。剑乃君子，山川剑殷文兰是正经八百的出身名门，而立之年后，
自成一代宗师，可惜飞来横祸，满门被灭。就他，山川剑的后人，看什么看？真这么不要脸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先走。报告主任，我们找遍了客舍的上下2层，没有发现他的踪迹。一群废物！去，把狗给我找出来！堂堂北刀，在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客舍里面当厨子，还惶惶不可终日，非得挖个什么地道，真是不能够理解。人不当，非得要当鼠。那你呢？人不当，非要当狗？你懂个屁！我是人，自然不懂。让你跟着走就不错，乱叫我什么？小心我揍你啊！哎，诸位。这条地道是为了我和我那未过门的妻子修的，我们2个想隐退江湖，隐匿于此，怕仇家来寻衅，所以特意挖了这条地道。哎，与己兄无关啊。周姑娘、谢公子、吴小姐3位，请先走一步，快！你先走。好。华掌柜，你这个手还能行吗？没关系，那就多谢华掌柜，先走一步了。请，阿飞，走。阿培，跟我们走。走。看来他们是在这边啊，给我追！阿培，阿培，华兄，季兄以前听你的，以为他只是年少冲动，情有可原。可今天你算是见识了，这种人你还护着他吗？你是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但我今天绝不可以放过他。华兄，你时常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挂在嘴上，不就是年轻的时候英雄救美，受了重伤，差点要了命，他救了你一命吗？哎，纪云辰，他救的那个女的，后来找到了你是吧？是。你为何将那仅剩的一颗九环丹给了那女的，去救这胖子？当年我入关之时，家师相赠一颗九环丹，常人服下，有疗旧伤之奇效。你自幼娘胎带病，身体虚弱，我想等你再长大些，再让你服下，或许能发精洗髓。可是没想到，东窗事发，我知道了你的那件丑事，我怎么可能去吃你那颗九环丹？是，我酒后失言。纪云辰，你都不仔细想想，是谁把你灌多了？是谁从你嘴里套出来的话？是谁安排我在现场的吗？你闭嘴！那个女的看似单纯，其实城府极深。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做一个圈套，让我跟你反目成仇，为的就是要那颗九环丹去救这胖子的性命。你有半条命，都是我施舍给你的，你还要杀我？怎么有2条路啊？他们呢？他们都有各自的江湖恩怨，我们还是别插手吧。华兄，
命都是你给的。既然你那么想护着他，好自为之吧。多保重。华兄，当年修这个地道的时候，华兄，我留了一个机关，没想到今天真的用上了。你怎么跟来了？这密道是你家建的？不要脸！你，周姑娘，花掌柜呢？林主任，文将军的人还在客室附近。小宝贝儿，等文将军走了之后，你一定帮我好好的找一下我那条狗。胖子对这附近很熟，估计早安全逃脱了。这条路是往哪儿走的？这条路一直通往衡山脚下。在衡山脚下挖密道，衡山派没意见吗？周姑娘有所不知，当年两军在此地交战，打的是昏天暗地，民不聊生。衡山派一向颇受百姓敬重，有不少弟子都是山下人家的，他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。可是，一旦插手，就怕会引火烧身。那后来呢？那一战，从掌门到几个辈分高的老人都折里头了。后来剩下几个零星的小辈，哪儿扛得起这么大一个摊子？有家的就回家了，没家的就跟着新掌门走了。新掌门带他们去哪儿了？据说那新掌门是老掌门的关门弟子，走的时候啊，也不知道有没有16期，后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看，咱们还是先走吧。走。阿飞，他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？他大概满江湖跑的时候，净顾着听人家墙根了。撞到鼻子了。哎呦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快看看，阿飞，有没有鼻血流出来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什么。你干什么？有虫子，你信吗？让开，恶心！哦，踩我脚！想脱身？别做梦了！你要是得罪了青龙主，他追到天涯海角都得杀了你。现在你见这么个粗制滥造的地道就想躲过他，太可笑了。他不是你主人吗？他不救你吗？哼，倘若他要追上来的话，杀的第一个人就是我。我听说别人都是收徒弟，这青龙主收了18个一子一女，方才才有人称你为少主。不敢当，自甘下贱而已。你们没有听说过有人管自己的狗叫做儿子吗？每次我们见他的时候，都要匍匐在地上跟他说话。他还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做了一个标记。那你这只呢？有吗？这么大个标记，你刚刚没看见呢？还真是作践自己啊！不敢当啊。不过我这个人呢，最聪明，最顺从，
也最会巴结他，所以他时常带我在他身边。九龙叟那个老家伙太不上道了，连主人的脚趾头他都舔不着，所以他就只能捏起鼻子跟着我拍我马屁，所以我就带他出来解决这个废人。按说呢，他老人家也费不了多大的功夫，不过没想到，北刀就是北刀啊，身边人才济济，哼，厉害。唉，让这九龙叟折在了里面。平时如果我狗仗人势犯点什么事的话，挨一顿鞭子也就算了，可是现在。一顿鞭子，那是解决不了了。哦，回去要挨打了。当年南北双刀并称双绝。南刀李征在湖湘，北刀关风在关外。李老寨主交友极广，后来扛起了48寨的大旗之后，更是举世闻名。相比而言，关风关老前辈就没有那么爱问事了。他比李老寨主还要年长10来岁，早年间还有一些传闻，但是自从那次武将叛乱后，他便没有入过关，逐渐就成了个传说。我倒是听我娘提过一点双刀的事。南刀极凛冽，有北风卷雪之势，而北刀似水，人称断水蚕丝。原来北刀这么厉害。他不仅刀法厉害，卑鄙无耻起来更厉害。我年少时刀法出城，拜别恩师，执意要入关。师父也曾劝过我，但是我却认为是师父胆子小。老了，我不听。师父竟劝不住我。临别之时，他耳提面命，令我凡事三思而后行。他说：“徒儿啊，你手中之刀，就譬如农人手中的锄头，账房手里的算盘。锄头与算盘都是做事用的，不是做人用的，千万不可本末倒置。”刀怎么能跟锄头算盘一样呢？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，自然便不听。我心想，刀乃利器，这刀法中若有魂灵，那么断水蚕丝就是我一手一脚一魂一魄，怎可被比作锄头算盘之类的蠢物？入关之后，果然，凭我手里这把刀，我纵横天下，很快便闯出了一些虚名。我好不得已，我有心想，就在此开宗立派，让北刀重现人间。半年之内，我连下7封战帖，打败1干高手，直到那北刀纪云辰刚入关，就连挑7名高手，至今尚无败绩，属实厉害啊！那是因为他没有碰到殷大侠，你知道吗？他师父关风当年之所以龟缩关外，几十年不踏入中原半步，正是因为败给了山川剑殷文兰。可见断水蚕丝不过2流，竟也好意思同破雪刀并称南北双刀。哼，江湖传言，我看也是。燕大侠今后打算去向何处啊？还没有做打算。
官请慢用。来，行。少侠，请回吧。殷文兰，你不敢应战是吧？好，我就在你府门前等你3天。你若依然闭门不出，我就公告天下，你山川剑不及我北刀。殷文兰。我娘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，就敢闯入地煞山庄，和段九娘以2人之力抵抗3大地煞高手。而段九娘20出头的时候，已经靠一双枯荣手横行江湖，就连纪大侠也是初出茅庐便一刀经世，心里开始惦记着要开宗立派。可我呢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我手里这刀，确实和锄头算盘没什么区别。纪大侠，那后来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在这儿干啥？哪儿来的野小子？走开！我可不是野小子，我可是山川剑殷文兰的儿子呢。你是殷文兰的儿子？那正好，进去，本爹姑叫出来。不去。为什么？我是偷跑出来的，他们叫我读书，我不想读书。那你想干什么？玩儿。那好，叔叔就带你去玩，等你玩够了，叔叔再把你带回来，好不好？嗯。悄悄的，谁也不能让知道。走。话说，这关峰一柄长刀直取殷大侠，2人大战了300回合。列位，这300回合那是什么概念啊？那是打得天昏地暗，地动山摇，日月无光啊！嘿嘿，那是只见刀光，不见人影啊！啊，毕竟是我殷大侠，那是武功盖世，那是举世无双啊！一把山川剑，打得北刀丢盔弃甲，满地找牙呀！嘿，叔叔，北刀是谁啊？竟然被我爹打得满地找牙，我真想见见我父亲的手下败将。列位，关峰这厮，哪怕是一听到我这殷大侠的威名，干嘛？真是下来！干嘛呀？我还要听书呢。躲在被窝里。若不是听那些叔叔卖唱的伶人编的段子，我也不会一时冲动。一时冲动，所以你就扣下了他的孩子，逼着他前来应战。那孩子就是你吧？老爷，出事了。
去把剑给我拿来。是。我爹就算是带伤应战，也能打得你屁滚尿流。没错，我不是尹前辈的对手。姬少侠，你为逼我应战，竟不惜出此下策，绑架我儿。入师之仇，不得不报。今日，我就要为北刀正名。我才知道，在我无端挑衅之前，殷前辈刚刚打发过地煞，他身上本就带着伤，又在我的逼迫之下，无奈带伤前来。当时对战的时候，他本可以杀我。今日是输是赢，我北刀都认。大不了10年之后，一切从头来过。但是，你硬生生将剑震断，你分明是在羞辱于我。姬少侠，往后这几十年，有的是你们刀山火海要撞。我只是不希望你们这些后生无端折在我的手上而已。老爷，老爷，家里出事了，咱们家里被人抄了。什么？你把我爹引了出来，坏人趁虚而入，引得我们满门被灭，全家110号人，没有一个人活下来。怎么只有你还活着呀？你怎么还不去死啊？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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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。所以你送小英佩回去的时候，殷家已经被灭门了。这么小，就要看到自己的家人们死在面前，这心灵得受多大的伤啊！姬前辈，言语好似飞沫，有忠言如良药的，也有见血封喉、勾魂乱魄。出的人口入了你耳，一旦你往心里去了，便是在无形中被人摆布了。人心险恶，譬如九幽深谷，别人心机千重，算你一片赤诚。你当时年纪又轻，一时冲动上了当，本不必太自责。你懂什么？你懂满门被灭是什么样的滋味吗？
殷少侠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你讨债讨错了人，别人纵然觉得你可怜，不怪罪你什么，你就真当自己赢了吗？那真正的始作俑者，岂不是要笑你傻？谢公子，不必为我开脱，是我犯了错，我欠的债没什么好提来的。养我的人，就是间接害死我全家的人。你是无意之中得知殷家覆灭和纪云尘有关，因此愤而出走，又碰巧遇上了青龙主，把你捡了回去。诸位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送你们出去吧。将军，如何？可有行踪？君上这一跑，简直就像是鱼入了海。君上此次带着周姑娘和吴小姐，肯定要比一个人的时候目标大一些。要不要属下再去寻找一番？罢了，君上要去哪里，我们岂能拦得住？你们先回营，把这件事禀报给甘棠公。是。撤。丁主任，那文将军似乎已经出了城，往南去了。很好。那是衡山方向。走。出来了，多谢纪大侠带路。不必客气，谢公子准备去往何处？哎，我不过是一个闲人，何处不可去。不过二位闹了这么大一场，要去哪里呢？你们要是有意，都可以跟我回48寨。你这是在邀请我吗？是啊，你去不去？倒是那小白脸有点问题，带着麻烦，弄死也不成。难不成就地放生吗？我呸！哎，你仗着你是南刀的后人，你就这么大言不惭啊？要是没你外祖父，你连狗屁都不是。你们南刀北刀加起来，是我山川剑的对手吗？哎，少说两句。来啊，让我看看你嘴里的山川剑。行啊，来啊，来啊！阿飞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放心吧，他呀，怕是连山川剑的一招半式也使不出来。我呢，虽然不如我娘和外祖父，但至少我不会卖祖求荣，给别人当狗。臭丫头，你要是再这么猖狂，信不信我撕烂了你？青龙主来了。你不说那文将军靠谱吗？怎么那帮敲锣打鼓的这么快就追来了？嗨，他打一半发现人没了，肯定就没心思跟这些门外道打了，自然就匆匆离去了。你踩我干什么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看那样子就来气。当务之急，赶紧跟我走吧。
项圈都没摘的狗，别人是抱不走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每日服食一种丹药，身上有味儿，人是闻不到的，只有他手里那只寻香鼠才能闻得出来。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，他都能找得到。你有话不早说，非得这时候才说。既然你不及时说，那你就闭嘴吧。把我们家的狗还给我，本座赏你们一个全尸。是吗？本王活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回听说有人要赏我一个全尸。本王刚开始还有点不信，不过看青龙主这不打自招的阵仗，看来那件事儿是真的。把山川剑交出来，本王保你一命。你说你一个青龙主座下的狗，死也变死了，丢也变丢了。青龙主为何追了你这么久？这是青龙主的作风吗？哼，少侠，你自己前后编了那些瞎话，哪一句对得上？劳烦以后编瞎话多费点心思，动动脑子。哦，原来闹了半天，他追杀你是因为你偷了青龙主的东西，还糊弄九龙总那个大傻子为你保驾护航。要不是猜出这把山川剑可能在你身上，你真的以为本王会捞你一命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？我说文将军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此地？敢问阁下是哪一位贵人啊？出来一个能帮我的人。我家君上乃是皇室血脉，不错，我的身份高贵，所以文玉要一直保护着我。但是我又不喜欢别人跟着，所以他们为了我的安危，就给了我把少剑。只要少剑一放，不管我在哪儿，他们都会来保护我。青龙主，这东西是不是你的，你心知肚明。世上只有苦主讨自己东西的道理，其他人都名不正言不顺。如今那个苦主的骨头渣子都烂没了，你我抢着山川剑，都只能算是贼。像青龙主这样的前辈，想必是做不出这种贼喊捉贼的龌龊事儿吧？哼。走吧，多亏有西皇子在。就他那德一样。这般可行？那也只能试试了。刚才看到他的腿了吗？他是不是受伤了？应该是跟文玉将军对战的时候伤了腿。若非如此，我哪敢赌这一把？不过文玉本人未必斗得过这臭名昭著的大魔头，但架不住他手下兵多，而且个个令行禁止，先前总该让他吃了瘪。倘若不是青龙主有伤在身，哪怕我今天唱的空城计，也无可奈何。
若真是有后援，想必也未必能唬得住人家。如今这山间乍看平静一片，我越是有恃无恐，青龙主就越是好好掂量掂量。主人，真的不追吗？文将军口中的那个贵人，想必就是眼前的这位少爷了吧？刚才我们已经吃了文玉一次大亏，险些折在那三春客舍外。难道你就没看出来，文玉为什么突然就走了吗？如果他真的是皇室，这件事恐怕就麻烦了。确实，主人说的是，我们也不好与朝廷为敌。这秋龙主会跟来吗？你猜？现在这么严肃，你还能开玩笑？我的谎话应该撑不了太久，我们还是先找地方躲起来吧。寻香鼠生性敏感，如果遇到人多的地方，一定会东躲西藏。你们再看，刚才寻香鼠顺着山路放心大胆往上跑的样子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人。不好，露馅了！快跑！走。差点忘了那该死的老鼠。你们先走，我等候。走。给我追！是。阿斐呢？朱姑娘留下来断后了。他断什么后啊？这分明是断我的后嘛！徐大侠，这样，你先带吴小姐走，我去找阿斐。好，稍后跟你们会合。若是半个时辰后还没有见到我们的话，我带他们俩先进入衡山密道，然后我再送吴小姐去48寨。好，多谢。我的丹田气海已经被那几刀抽空了，这会儿随便有人扑过来给我一下，我大概连刀都举不起来。罢了，也只能学幸运那厮唬唬人了。思象山是吧？我看你这水平，还不如穆小乔呢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猜？我猜你这个臭丫头是想找死！哼！藏好了，这招可是有横断天河之威，让你开开眼。给我追！
蓝鸟七龙主，你怎么不上天呢你？你不是把我拽上来了吗？要不是老人家那一掌，就你这点力气，顶多拽来试。哈，我还得谢谢他是不是？我觉得我武艺精进了不少。笑什么笑啊？这货全身透着古怪，我却依然能无端的信任他，是不是占了脸的便宜？你是要造反吗？造反前，先逃命要紧。对，我们就是不要脸。真正让大哥丢人的是技不如人，不要脸比要脸强。大叔啊，这回真的碰到不要脸的了，怎么办啊？红玉在示警，李岩有危险。老家伙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接麻烦呢？大哥，地上有蛇！等着，都给我等着！快撤！你萤鹤丛，你等着！叔父，快走！走。这，姑娘啊，这匹是我最好的马了。这马真能上雪山吗？没问题呀，你看我这匹马，膘肥体壮的，整个镇子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马了。不信啊，您去别的地方问问去。算了，没时间了，就这匹吧。这，走吧。姑娘，您慢走啊。您交给我的事，我已经按您的做了。我卖给姑娘的马，看着挺好，但完全不耐寒，绝对走不到雪山。救了你，你怎么还这么说话？去，去呀！前辈，我知道您是不想连累我了，但是这一会儿再分道扬镳也来不及了。地煞已经把这笔账算在我们头上了，所以您还是先歇会儿吧。我不管您接下来打算去哪儿，如果您还想活命的话，必须赶紧疗伤，要不然我们直接找个地方给您埋了也成。杨蛇的，你的病人有没有被你气死过？
放心，我身上还有事没了，一时还气不死。但若你们也是冲着这个秘密来的，我劝你们别白费心机。算了吧，引得这么多人追杀您的秘密，我们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大叔，相信我们，地煞要杀的人就是我们要救的人。信不信你问他？养蛇的，你不是跟地煞还有仇吗？地煞的敌人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朋友？那我也得有命报仇才行啊！就凭您老人家这惹事的本事，我怕是活不到那个时候。这里好像没人。没人？没人谁拴的门啊？哎，你闪开，我把门劈开。哎，对了，杨太太，正好你的砍柴刀有用武之地了，上！哎，你信不信我劈了你？你们是谁啊？出来吧，他们不是坏人。你们别害怕，都出来吧。撤！庄主，从地上的马蹄印看来，他们是从这个方向走了。追！撤！伤口已经包扎好了，血也止住了。你们这群半大孩子，怎么会结群躲在这破庙里呢？我们几个是同窗，本来是一起在家乡的学堂念书，后来我们那里开始打仗，乡里人都逃了，我们都跟父母走散了。还好路上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夫子，带着大家一起走。夫子说南边这会儿没有战乱，原本是想带着大家往南逃，路上又刚好寻到了这个破庙，做个暂时歇脚的地方。那你们说的那位夫子呢？他听说附近有地煞出没，刚刚出去打探消息，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等等，你们说南边这会儿没战事，侯坚已经死了吗？陛下呢？黄大都督又如何了？侯坚是谁？黄大都督又是谁？我倒是听夫子说过，那侯坚好像是前朝的叛将，不过早就死了20多年了。老伯，你问的是那个侯坚吗？你都快死的人了，发什么疯？你刚刚说前朝侯坚已经死了，南边当朝皇帝是谁？大叔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如今的皇帝自然是宣帝啊。那又是谁啊？陛下呢？黄审边大都督呢？黄审边，我倒是听我姑父提起过，但他也应该故去20多年了。黄大都督孤心孤义，誓死秦王，他现在都不在了吗？为了小事，陛下没了，怪不得。大叔，你刚才是不是摔跤摔坏脑袋了？快走吧，地上很容易就跟着马蹄印追上来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大叔，你包扎好了，咱们赶紧走。哎，不行！庙里这么多孩子，他们能走掉吗？地煞要是发现了我们的踪迹，肯定是知道我们是冲这个方向来的。他们要是找不到我们，以地煞的不择手段，一定会为难这群孩子们的。地煞是冲着我们来的，为什么为难这些孩子啊？地煞要是有你一半头脑简单，天下早就太平了。大叔，一会儿要是地煞的人破门而入，我们会想办法拖住他们。你和孩子们一起趁机逃跑。小丫头，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
为什么要管我这个闲事？为一个萍水相逢的路人，犯不着和那些煞神拼命。我们48战和地煞拼命，也不是1次2次了。48战，你是李正什么人？你也认识我祖父？大叔，我们拼命救了你这一路，现在你也知道我们是谁了，你总该告诉我们你是谁吧？在下刘有良，在江湖中默默无闻，不过是一个守墓老人罢了。地煞出动童天养这样的高手，就是为了个守墓老人？如果墓里葬的是得之可得天下的宝物呢？宝物？宝物？丫头，你过来。别过去。大叔，刚才我们问你的问题，你可还没回答呢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就那么想知道我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看守的东西。我乃皇沈边大都督的贴身侍卫，当年在平定侯坚叛乱时，大都督将我调出军中，让我看守一样东西，名叫海天一色。怎么又是海天一色？是啊，你祖父当年也是虎豹人之一，想来你听过这个名字。大将军当时说，待到平定侯坚叛乱后，他会派人带着水波纹信物来，让我届时帮着取出海天一色。没想到，我这一等就是20多年呢。20多年，大叔，这20多年，你都是一个人吗？是啊，一个人。不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自己究竟是个人还是个鬼了。好了，刚刚输完真气，服了这副药，总算是暂时保住了他一条小命。童明兄，你这一味药能管多久？目前看，最多1个月。那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那火莲就算你亲自去，也要1个多月，更何况那小丫头片子呢？我相信他。那1个月之后他回不来，那安之，他怎么办呢？这便是那丫头的劫数，也是安之的命。3位吊命，能逼出他身上那最后一点生命力，叫他不至于无声无息地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可吊1次命，就少1簇真火。3位过后，如果还是找不到解药，那你为何要用这样的火狼之药啊？透骨清全靠他身上那点内力相抗，一旦人衰弱下去，那就彻底没救。就算找回了药王经，也是无用。那药王经可有线索？我和他林师叔在中原行走了多年，都毫无头绪。大药谷早就覆灭了，1个传人都没有留下。唉，说不定药王经早就被药谷当年那把大火烧成了灰了。
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算了，既然你这么不想去，那你就在这儿等我吧。老乡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背着长刀的姑娘？有啊。是往那条路去了吗？是，就没见过这么倔的姑娘。哎，你认识她吗？那边现在危险得很。刚刚发生过雪暴吧？是啊。你咋知道的？你是本地的？雪暴一过，大山里就开始雪崩了。这丫头来的倒正是时候。哎，你明知道有雪崩，还上山，你不要命了？雪山上的狼会害怕雪崩吗？你该不会是雪狼吧？传说中狼窝里长大的孩子。雪狼回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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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齐贤，我与冲霄道长还时常有书信往来，但是他从来不曾告诉过我降善易主，想来是怕我得知后擅自出山吧。这个海天一色究竟是什么，值得牺牲这么多人去守护？最可悲的是啊，我守了他20多年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，甚至都不知道把他交给谁。人生啊，这便罢了。这几日啊，冲霄道长都没了消息。唉，你们实在是想象不出来那种感觉啊！太安静了，四周只有夜归和风。我终于按捺不住，出了山，想打听冲霄道长的消息。冲霄道长，我听我哥说过，他认识。等我们脱困了，我让我哥带你去找他。恐怕晚了吧。我一出山就得知水波纹重现江湖，
黄大都督当年苦心孤诣要藏的东西，竟然被人放在一个什么灭杀大会上公然讨论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我打算去那什么大会，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却不想引来宫中旧人，盯上了我，还引来了什么地煞。你说的是楚天瑜？丫头，你倒是知道的不少啊。他是我姐还有养蛇的亲手杀的，我自然知道。不对劲，他们追来了。丫头，拿着。大叔，这是什么？背下来。不过这染红的地方是什么？背后面的诗。啊，诗？我奉命看守海天一色，除了我，活着的人没有第二个知道他的位置。现在，我把这个秘密交给了你，你背下地图，海天一色才不会消失在这里，一代人的心血才不会付之东流啊！跳！孩子们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你们千万别出来啊！让你们的人让开道，放他们走，否则我就撕毁地图。哎，好，别紧张嘛。六良，你只要乖乖的把那地图放在我的手上，我这就让你的人走。大叔，千万不能把地图交给他，交给他我们就走不了了。哎，你认为你们现在有没有选择的余地啊？啊？说话算数。你，大叔千万不能给他。放心，丫头。终于帮大哥找到想要的东西了。怎么还有诗啊？快跑！大叔，快跑！大叔，走，快走！大叔，快走啊！走啊！大叔，走啊！为什么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怎么就收了他？你想知道啊？我偏不告诉你。都快一旬了，那姑娘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她若是脚程快，现在应该刚到雪山下，稍安勿躁。你说啊，这好好的一个孩子，一出去，回来之后就变成这样。早知如此，当初不管王林怎么说，我都不会把安之交给他。安之要去哪里是他自己的主意，你我也罢，那王离也罢，都左右不了他。前朝兵变后，安之被救到岛上，我们4个老东西都没带过孩子，手忙脚乱的，天天围着他转。他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才这么高。等他再大一点儿，就是他耍得我们4个老东西团团转喽。我若是没记错，那王林老儿找到岛上来的时候，他也只有这么高。对，这么高，刚到我腰。对，当时我们4个难得吵了3天3夜，你和那林老头都不愿让他走，我记得清楚着呢。我们当然不愿意了，
谁不知道那老儿王林一心就想光复前朝？后来啊，你和他小师叔跟我说，如果不让他回去，终其一生，这孩子不过就是蓬莱岛上的一个乡野村夫。到死啊，都认为这天下不过就是巴掌大的一块小岛。他小师叔一向最疼他，可偏偏是他小师叔一力要让他回去，说只有等他见过山、见过海，才谈得上选择去和留。难道这就是他最后的归宿了吗？像他这样胸怀天下的人，终是不可能陪我们几个方外老头子一起一辈子终老蓬莱。这都是他的选择，也是他的命中定数。何况他若不下山，也不可能遇到现在正为他冒奇险去雪山采药救他的人。阿飞，小心阿飞，阿飞。那丫头我见了，重情重义，安之眼光不错。就该在这雪峰的最高处了，我必须成功，他等不到下一次。漂亮丫头，好久不见。上次灭煞大会匆匆一面，也未来得及叙旧，你便没了踪影。你这么匆匆忙忙的离开，是去做什么去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杀了地煞的那只楚天犬，干得漂亮。可那只老狗从我手里抢走的肾毒印也被你拿走了吧？我不拿，难不成留着哄你玩吗？那是霍大哥的东西，你抢那个印做什么？哦，难不成连南刀的传人也信了霍连涛那套鬼话，觊觎那老石子秘宝不成？朱雀主，此时若是我们打起来，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。不如我们打个商量，你让我把这个火莲取了，我便让你3掌不还手，如何？笑话！我朱雀主穆小乔什么时候要一个黄毛丫头来让了？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，我就会手下留情。连升9地，10年一开，9朵长成，便到了最佳摘取时间。你不想再等10年吧？别碰火莲！想要火莲，拿肾毒印来换啊！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抢肾毒印？难道朱雀主不想要吗？不如我们2个联手，问他要。我还就告诉你，在这雪山之上，没有人可以斗得过我陆天旷。哦，地煞雪狼陆天旷，
别来无恙？可笑！拿到了慎奴印之后呢？难不成一分两半吗？看见地上我就恶心。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！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？你醒了，你真醒了。你是只熊吗？怎么穿这么多？这么冷的天，不穿这么多会被冻死的。对了，火莲呢？我还是没有找到火莲。阿飞，安之，安之，他方才说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可怜安之这孩子，还是情深缘浅呐。安之，阿飞，安之，既然已经注定，便是人力所不能及的。我只盼着你能够好好的。可我也与你说过，天涯也好，海角也好，但凡在6合之内，凡人能踏足的地方，我都会去。傻丫头，都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了，值得吗？好了，别再找什么火莲了，快回去吧。值得呀。哟，刚醒就捉刀，莫不成你还想再打一架？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呢，恩怨分明，刚刚共患难过，我是不会趁人之危的。这是什么？麝香薯干，我吃剩下了，就顺手做成了肉干。这年头有肉吃就不错了，你这顿不吃，就算有力气能跟我打架，也挨不过这接下来的风雪。
还有吗？你倒想通的挺快嘛。我得活下去啊！哟，刚刚你孤身上雪山，为了那火莲连命都不要了，这会儿子怎么又开始惜起命来？我还不能死啊！还有人在等我。我看你这个人啊，救人就上瘾了。别人的命都比你的命重要吗？嗯？没大没小的野丫头。不是比我的性命重要，而是你有没有过那种，你愿意付出一切，就只是为了能让他再和你说一句话的感觉？你刚刚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只是觉得你武功好啊，这么好的武功应该练了很多年吧？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在雪山上，挺可惜的。这全天下的人，恐怕都巴不得我早点死，只有你，恐怕是唯一一个觉得我死了可惜的人。其实你是我下山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高手。你哭庄唱的挺好听的。是吗？要不要我给你唱一段？我怕我会哭。这里就是奇门分支旧址，就送到这儿吧，可以回去了。李师兄，要不然我们与你一起吧，彼此也有个照应。这片林子是按奇门遁甲阵布置的，外面的人进去就会迷失方向。建立之初就是为了防止外人进入。虽然我与道长是旧识，但私闯林子已经算是有失礼数了，更不能带人进去。你们就在山下的暗桩等我便可。是。没死啊？死了都要作怪是吧？啊？
啊，死了都要作怪。又是这个大阵。这个大阵，小时候我那个爹逼我背过那么多次，怎么就记不住呢？什么前三连、坤六段，震什么？震什么？前三连、坤六段。震养鱼，震养鱼啊！震养鱼啊！我出来了。恭喜大哥！恭喜大哥！恭喜大哥！这武功又进了一层。你不是见过那张图吗？大哥，我是见过，就看了一眼，上面写了几行字，还挺规整的，像首诗。什么诗？好像写了什么几个字儿，什么鸟啊、女啊、舞啊、诗之类的，还有什么来着呢？行了，那张图上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好像画了几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画的那个一个什么金镯子啊，对，大哥，48寨上面那个，还有什么长命锁呀，剑鞘，还有什么印，对，印，不是，大哥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那个拂尘，哎，对，大哥，一把秃不拉几的拂尘。拂尘。果然，冲霄子这个臭道士也参与其中。通知古天贤，把他给我盯紧了。是。大哥，我知道大哥用心良苦，是要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。滚！去给我闭关好好想想，那图上面到底还有些什么，统统给我画下来。滚！画。